我也分享了几例，就是在外院都是植入优质的囊胚，可是没有成功。那来到我们这里呢，我们抽丝剥茧的把它去看了一下，我都发现他们大概是卵子发育上面都有些可疑之处了。大家好，我是张涵医师，我又回来了，去了欧洲不孕症年会。回来就开始进入日常的工作中。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我发现我们常常在临床的门诊治疗中间，常常会碰到病人问说：“我之前在外院失败了，我也是植入囊胚，胚胎看起来是很好的，可是最后没有成功。”那我就问说：“那医生有没有跟你讲说这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也有可能医生没有讲，也有可能病人当时太伤心了，他就没有听到医生讲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失败。那有时候看网络上面的讨论区，也是有很多人在问。最近的案例分享里面，我也分享了几例，就是在外院都是植入优质的囊胚，可是没有成功。那来到我们这里呢，我们抽丝剥茧的把它去看了一下，我都发现他们大概是卵子发育上面都有些可疑之处了。那所以我就开始跟他们做调整。那我在这边用这个调整的名词呢，而不用养卵。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为什么这样。那我们帮他做了调整之后呢，经过取卵，然后冻卵、保存卵子，那最后取到有足够数量的卵子之后，给他做一次受精，培养到囊胚，最后植入1颗或2颗。那这几个病人呢，都是一次怀孕的。那回头去看，我们跟其他院所不一样的处置方式啊，就是我们做了卵子的发展履历的调整。那其实卵子从卵母细胞发育到可以排卵呢，有经历了6个月的时间。那这个6个月中间呢，如果它的发展环境是有问题的，比如说荷尔蒙环境不好，或者是骨盆腔环境是发炎的或粘连的，其实它是长不出好的东西。那年轻一点的病人有可能会成功，就是说我们发现在35岁以下，可能一开始的胚胎品质不好，那最后会修正变成正常的胚胎，然后怀孕生下一个小孩。但是呢，35岁以上乃至38、40岁以上呢，这种好康的 bonus 就没有了，所以一开始不好，后面就不会好。那所以你的调整呢，你一定要从源头去把原料调好，调好了之后，它才可能有好的胚胎来植入。我们想要分享一个观念，就是说，在帮病人做调整的时候，我希望用调卵而不是养卵的这个名词。那这个就是可能跟现在网络上面或者大家所主流想要运用的字眼可能是不一样。因为我发现养卵跟病人讲的时候就会误解，大家就会觉得说，反正对卵子有益的食品或者是药品我都可以吃，所以噼里啪啦就去买很多网络上面用收购的这种心态去买，什么都买下来，然后什么拼命吃。那我发现是说，其实每个人的卵子的发育形态都不一样。那发育形态是怎么样呢？其实这个是一个技术门槛了。那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看卵巢的超音波，你仔细去看，你可以看到，其实有些人的卵子发育可能过快、过慢或者不动，那其实都有代表着它可能出来卵子品质的这个意涵。最佳的卵子品质，它的发展有一定的模式。那我们所谓调卵呢，就是把不正常的卵子发育形态呢调回去正常，然后我们再来做取卵。那相对于说养卵，就是说有些时候院所就会把所谓的养卵的药品就开给病人，你就自己去吃。那你想，一种药不同的人吃，它的效果怎么会一样呢？那有些人吃得好，有些人不好。那不好你也是需要调整，它的剂量可能太多了，可能太少了。那我们就会请病人回来，我们去看，这个不对哦，好，或者有些人他没有吃到，好，他跟你说有吃到，或者是有人吃了不够，所以我是说我回来我不只是看超音波我看看他卵长得对不对，同时还要看一下他有没有 DHEA 脸，有没有 DHEA 身材，甚至有病人跟我说他都有吃，我怎么看他脸都没有啊？那他跟我说他的东西长在头皮里面，然后她老公跟她作证说她的东西长在她后背，只有老公看到。好，那我这样有人证的话，我就相信了。要不然呢，有的时候我还不轻易相信说，我就跟你讲说，我的工作会让你变胖变丑，所以有些病人就把它藏起来不吃，可回来一看，你好像都没吃到，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这样的情况呢，有时候门诊都变成是跟病人在斗智了。那最近有一个病人呢，
他已经调的差不多，已经快要进入疗程了。我发现说怎么奇怪，我们都已经调好，怎么又错了？好像怪怪的。我们对了很多食物，他都是否认的啊，所有的回答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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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了。可我后来突然睁来一笔说，你最近有在用精油吗？他说我每天都在用精油啊，我身边很多精油，每天都泡在精油堆里面。那精油可能也是一个很可疑的东西。那我们因为没有做过实际的临床的测试啊，但是我们以前有碰过有病人我也跟他对了，没有吃什么特别他突然就问我说，我闻精油会不会有问题？我说我没有经验，那你要不要停看看？那他果然停了1个礼拜之后回来一看，所有的排卵形态都变成正常了。我才突然意识到说，这个精油可能也有鬼。所以吃一个调卵的食物其实很简单，大家都买得到，但是你要怎么调，要怎么样调到好，除了超音波要看之外，还得看脸、看身材。如果在张医师眼中看起来已经调到人模人样了，那你的卵才会人模人样了。